角色选谁好啊？怎么联机啊？原来要开到进阶难度，游戏才会变好玩吗？大家好，今天介绍入坑苍翼混沌效应必须知道的事。这次影片是为了7月22国际服开服做的，因为这时候大概会有很多新玩家入坑。但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端的新老玩家，都可以透过这支影片了解整个游戏入坑会遇到的各类疑问、操作，熟悉游戏后怎么做才能开始爽，并玩到游戏的核心。去哪里找攻略、官方资讯、优质创作者推荐，甚至整个苍翼 IP 的近况导览。这次整理的10大重点，每个都很重要，有些东西讲比较细，能先挑自己想看的部分去看。那么就开始吧。苍翼混沌效应，简称 BB11，是 Arc System Works 授权91 ACT 制作的苍翼末世录系列衍生作品。作品的剧情、世界观都和原作无关，没复杂的剧情门槛，所以可以轻松入坑。除了可以让粉丝有新体验，也让路人第一次接触苍翼的人能透过动作、人设来对苍翼 IP 感到兴趣，所以当成是纯粹来战斗爽的游戏就好。如果是对苍翼认识的人的话，可以补充一下，虽然混沌效应大概2019就酝酿雏形了，但同时也和2022年 ARK 创始人兼社长的木户刚忍在 EVO 提到的，暂时不让苍翼和圣骑士之战竞争，同时想扩展苍翼游戏类型的方向不谋而合。所以可以说，这是苍翼完结许久后，让更多人认识，或是换个方式重温这个 IP 的第一款作品。也因为这个话题深挖的话很多，包含混沌效应制作幕后想法、原因及目标、两家公司对苍翼的看法和未来方向了。这些我也做过2个影片科普，是更全面的介绍，有兴趣可以看。这次主题还是在游戏内容本身，所以就不展开了。游戏类型是动作 roguelite。比较独特的是让字面的动作，就是动作模组融入 rogue 的游戏，能简单理解成每一局都要透过局内运营重新获得动作的传统 ACT。说是这么说，但只追求通关轻松玩的话，难度很亲民。往深度的话，游戏整体非常偏向动作，简单来说就是华丽，有大量的动作派生、机制、技能，获得这些也会触发隐藏效果，并互相影响来作为构筑要素。也有策略的部分可以搭配。假设对很华丽的动作苦手，前期弱到一点动作，懂得构筑加上策略就很乱杀了，所以整款游戏的难度跟体验都比较自由。进去游戏后要填这个东西，不是伺服器，是游戏有年龄分级，有点像是玩其他游戏氪金前问你年龄，未成年有氪金上限一样，不用担心说填错地区就没办法和朋友联机了，因为联机能自己挑想连的伺服器，伺服器会精确到城市，填好之后就可以先按右上角的齿轮。游戏设定很多东西都能在这调整，像是伤害数字开关、配音语言、音量，还有最重要的按键的死区、透明度、位置，甚至是一些操作习惯都能在这设定。这边特别强调，进去先确认角色是不是语气词。第一次进游戏，有些人默认是语气词，会没有多少语音。还有角色播报语音建议调成日文，因为中文听起来很嗨。拉格纳、诺埃尔、拉姆达11。剧情跟系统音倒是正常，每个游戏我都是听日配，但 BB1 剧情我个人反而推荐中配，看自己喜好了。再来是战斗的操作按键，位置你是能随意调整的，并不固定，怎么调整都行，大小也能更改。如果招式戳不出来或者不好戳，也建议设定一下死区，手感会好很多。这边建议调整成 X 轴42，Y 轴42，对应最标准的8方向摇杆是最通用的设定。其他想微调可以自己再调整，也可以慢慢找自己的舒适区，五花八门的排法都有。那真正进入游戏后，这边先用开局万用攻略代替我2分20秒，后续不会再用影片代讲了。3个角色中 ES 是最容易上手的一个，同时 ES 和麻衣的潜能总数不多，可以比较轻松的拿到需要的潜能组合。新手的话选择 ES 体验会比较好。琥珀这个角色的潜能数量比较多，更适合中后期混沌值提高、潜能获取量更多后使用。但其实3个角色都可以玩得很帅或者很无脑，也不用太过担心自己选错，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在游戏初期的时候，以获得 AP 点数为主，同时确保自己的生存能力。潜能发掘是为了更方便的拿到强烈的组合，当混沌值高于25以后，商店是可以刷新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生命和记忆换成打折优惠。然后如果你的 AP 已经刷的差不多了，就可以把 AP 换成底蕴深厚，增加蓝上限的那个。策略推荐使用刃系的撕裂，拥有增伤和斩杀的效果。普攻撕裂和技能撕裂相互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根据不同的角色选择，2阶选择撕裂冲击，3阶固定是致命撕裂。下面是我角色常用的撕裂分配。
这4个是比较常用的增伤类被动，根据自己选择的角色来选择。请恩的传承被动可以让你在闪避了敌人的攻击之后有一段的无敌时间。白面的传承技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摆出格挡架势、格挡伤害。拉格纳的传承技可以消耗20%的当权血量，根据命中的单位来恢复自己的生命值。其中高级房间如果感觉压力大的话，可以不进。当你完成前期任务答复 IO 时，任务送了一个角色给你，你开心的一局还会说你有解析性能解角色，这个是 PC 物质，后面还会有几个任务一样物质。任务送的其实是数据体，在混沌效应角色设定上被叫做原型体，而你打完一局，学完继承策略后，它就会变成数据体保存下来。你每准备开始新一局，学完角色后能再选的2个角色就是数据体，你会继承这2个角色的被动，等于你能有3个被动。同时这2个角色特定的特色，使用招式会变成传承技能，你选好的策略也会直接开局就给你，等于你越玩继承就会越强。滚雪球发育到未来的每一局，你能从中找出不同流派去搭配，开局就能有构筑流派的本钱和指向性。说回正题，它送数据体算是方便你尝试角色搭配不同被动，但因为是白板没有策略，同时因为开局能带2个角色传承，所以衡量购买角色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点。建议还是以喜欢为主，除非你是要买来辅助你喜欢的角色。有些角色的被动或者传承技能偏向万金油，前面的片段就有提到，这些东西能成为一个开局前就能先搭配的小构筑。那说到角色就要进入游戏付费点了，但会解释到为什么这么卖。BB 上市之初是 PC 的买断制游戏，游戏移植到手机端的付费方式是免费下载，角色买断，没有什么抽卡、每日任务、活动、角色技能养成、套装效果这些繁琐的东西。体验上就是一款纯粹的移植单机游戏，只是制作组还会持续更新。整个游戏的付费点就是角色，可以只选择买你想要的角色就好，所以付费方式很弹性，更自由。除了中国服以外都算国际服，国际服角色价格是跟美区的定价，角色要用解析器解锁，单个60。有限定一次的30元一个，而且商店有常驻一次6个比较便宜的组合包。前4个角色都卖1个解析器，从雷奇尔开始的角色在 PC 上是 DLC 要2个解析器，因为是 DLC 所以贵一点。不过 DLC 角色也会附赠部分角色的特效外观、玩家小机器人、拖尾特效，这一点 PC 和手机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 PC 上雷奇尔的换色包，在手机上是解锁11个角色后才会送，不是买个雷奇尔就给，因为它的换色包和其他 DLC 角色的不一样。其他 DLC 角色是多给某几个角色的特效 skin， 它的是包含现在到未来所有角色的03号换色，同时是第一个推出的 DLC。用官方的话讲，就是有特殊意义的，所以才连还没出的角色的 skin 都收录了。进去游戏后会有3个角色给你挑，分别是蚂蚁、S、琥珀。会选他们3个当新手角色，是因为操作和手感上适合让新手熟悉游戏，不用把他们当成所谓的新手角、低阶的角色来看。其他角色像是参议主角拉格纳，有好血吸血的机制，对新手来说不友好。搭配早期缺少局外养成和不熟悉操作，会更容易暴毙。前围绕收刀机制，更往上还有次元斩储存各种复杂的进阶技巧，不适合给新手玩。基本上要买角色就突然喜欢顺眼的就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可以看角色推荐跟心得，但别相信梯度榜，对，就是手机游戏的那种强度榜、风向榜，因为梯度榜在混沌效应完全不可靠。只要求通关的话，每个角色都能轻松过，大部分还都有大量进阶技巧被发掘。当成操作亲民的2D 鬼泣玩会比较好。真正排的话，100个人就有几乎100种排法，因为更多的是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特色，相信自己的喜好比较实际。前面代替我介绍的那个创作者，他的教学和图鉴是真的推荐的，能参考。那假设要当零氪玩家呢？不花钱只用1个角色也是能玩完整个游戏。手机端免费下载其实就是个不卡战斗、构筑、游戏难度、不锁全部关卡的试玩版，唯一会被卡的是主线任务，但说实话也不影响。分别是意识训练、意识挑战、意识试炼、练习场。前3个都有双人模式，我们一个一个讲。第一个是意识训练，就是正常的局内游玩，分为简单、困难、进阶、进阶超限，还有个在更新计划的大师模式。双人模式你前期跑完几个任务就会自动开放了，因为角色机体性能比同类游戏超模很多，所以简单和困难通关后可以直上进阶。否则前期对会玩游戏的人来说其实偏无聊，就是砍瓜切菜。进阶会解锁自定义难度，叫做混沌值，这个会和收益挂钩，整个游戏会从这里开始质变，开始好玩，可以无视大部分难度效果，因为给的资源很肥，收益多，可以支撑你拥有许多构筑和玩法。游戏也会慢慢变成操作亲民版本的传统 ACT。进阶觉得不够，可以去进阶超限试试看。至于自定义混沌值的建议，玩得舒服的点法在后面第8点会提到。再来的模式都统合在1楼的大萤幕，也全都是用数据体去进行游玩的。意识挑战是单挑 BOSS， 想练习打 BOSS 或者后期想刷 BOSS 战、拍 BOSS 影片都在这个模式。意识试炼是 BOSS Rush， 这个模式有卡主线。没有通过主线后期的人，可以找通过的人带你就能玩了。BOSS Rush 除了每个角色通关都会给一套无特效 skin， 同时会解锁第2传承技。部分角色的第2传承技特别实用，或者能有特殊玩法。如诺埃尔万用的回复 MP， 拉格纳耗血单攻击能回血，适合搭配多 hit 招式。解锁后就可以在传承界面更换了。练习场在试用数据体那边，进去就能选择。
IC 作为联动角色是免费赠送的，但前提是你买断 BB1才会送，就是赠品的意思。那怎样才算买断？条件是通过主线任务异师上传5。这个任务要求你持有5个不同的苍翼原型体，所以只要你有5个苍翼角色，就算达成买断门槛。同时也能破完这个任务，破完整个主线故事。角色价格的部分前面有提到过了，如果不解锁需要2个解析器的 DLC 角色，只买一次组合包加首购30元，就可以拿到8个角色，多出买断门槛3只角色了。在解锁 IC 之后，你就会有9个角色了。至于之后的死亡细胞联动，目前已知也会是免费取得，但是否像 IC 一样需要达成买断条件，这还要等联动快上线或正式上线后才能确定。有2个主流的点法，分别是75和80。会说这2个点法的差异，再做点补充。不想听的话，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主题。开启进阶模式后，能够点选混沌值，获取的资源会增加，并且每一阶段还会开启一些特定的争议，难度和资源获取量是成正比的。点到一定程度，体验会最舒适，同时收益会来到最高点，甚至可以说提高混沌值，反而玩起来才会爽。低难度很难体会到这个游戏的快感。75和80差别在 BOSS 上换小怪有没有点满，说实话这个影响不大，主要是80混能让确率额外获得2次奖励，在进入确率坊的时候收益会高不少。75、80有资源，玩法就丰富很多，除了能追求各种无脑或超爽策略流派，玩到后期不少人会选择集中追求潜能和 MP， 一拿到策略大部分都是卖掉甚至全卖，只用传承或只拿最必须的策略让游戏变成更 ACT 的路线，也是主流玩法之一。网吧5点负面影响最小的是潜能选择数减少，但会让构筑难做很多，玩起来还是高几率痛苦。为了多一次特殊房刷新很不划算。国际版上线的同时更新了 PC 手机存档互通，可以 PC 转手机，手机转 PC，PC 转 PC， 手机转手机，全都可以转。我们从 PC 举例，开始游戏进存档界面，定位在你要的存档，按 Q， 看完注意事项按确认，确定后会给有效期限30分钟的代码。这时候你再去手机端，对着空白的存档，按左下角的图案，输入刚刚存下来的代码，你就能在手机上用 PC 的存档了。手机端也是同样的操作，对着想要的存档按左下角确定生成代码，对着空白的存档输入这个代码就能用存档了。这边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转手机端的话，它不会继承你的剧情、任务进度，角色则会取决于你的账号有没有解锁这个角色。所以你账号没有买角色的话，拿了全角色存档也玩不了，毕竟是买断游戏，商业模式和免费游戏不同。再来说到手柄。是都支援的 ，PC 端也支援。另外，我自己是更推在 PC 端玩，虽然手机端也能跟 PC 端做出一样复杂的操作，但毕竟是动作游戏 ，PC 还是全方位更爽。之后应该也会有主机端的，手柄全平台都支援。官方主力在 B 站，99会直播，内容是新版本杂谈，透露未来版本内容或新角色之类的。其次还有推特、YouTube， 但资讯密度不会比 B 站高，只会发比较重要的公告和 PV。讨论区可以到官方 Discord， 大厅主要是英文玩家多，但也有中文讨论区，都会有各种讨论或闲聊。目前不建议在 YouTube 找攻略，英文的也一样，非常古老而且很浅。像人家已经在星际旅行了，你还在呼呼嘿嘿，建议去 B 站找，那边玩家很多，影片内容都很成熟，角色攻略、构筑、策略、局外攻略、连段影片还有花式玩法都在那边。而且这些攻略除了有懒人包版，还有详细的计算和讲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这边直接整理一下有哪些优秀的内容创作者可以看，我也会在留言区置顶贴一些，可以暂停观看，每一页5秒。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混沌效应》是个值得深挖的游戏，希望国际版能让更多人接触到它的可玩性吧。希望影片对你有帮助，有什么问题都能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会回复。假如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按赞，让更多人被推到这个影片，或者你朋友也有玩的话，能推荐给他，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了，谢谢。